嗨，大家好，我是大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祝大家2025新年快乐！今年的第一期视频，我们来做一款来自挪威的蛋糕 Verdens Beste， 世界最好的蛋糕。这款蛋糕最初的发源地是挪威北部地区，所以其实官方名字是以这个地区的名字来命名的。蛋糕由松软的海绵蛋糕、轻盈酥脆的蛋白霜、烘烤后焦香的杏仁片和中间的奶油夹馅组成。名字虽然有些张狂，但也确实很少有蛋糕能做到集酥、脆、软、香、甜这么丰富的口感与味道于一体。而蛋糕的做法却是非常简单，烤箱预热180摄氏度或350华氏度，这些是做蛋糕需要的材料。适合一个40厘米长、30厘米宽的烤盘，可以根据你烤盘的面积按比例增减食材的用量。所有材料都要是室温。鸡蛋5个，低筋面粉160克，细砂糖360克，其中蛋糕体用120克，蛋白霜用240克，无盐黄油140克，室温软化到手指能轻易按压下去的状态。牛奶75克，杏仁片60克。香草精5克，泡打粉7克。食材看着很多，但是这个蛋糕做起来真的非常简单快手。把鸡蛋的蛋白与蛋黄分离开，120克细砂糖与室温软化好的黄油混合，以电动打蛋器中低速搅打均匀，直到黄油的质地蓬松，颜色泛白。蛋黄分次加入到打发的黄油中，一次1颗，每次加入后都用打蛋器的低速搅打到完全混合均匀。加入香草精，同样混合均匀。加入全部的牛奶，混合均匀。牛奶的量比较多，加入后黄油可能看起来有一点水油分离的状态，也没有关系。泡打粉与面粉混合后，加入黄油中，以电动打蛋器的最低速度搅打混合均匀，蛋糕面糊就做好了。把蛋糕面糊转移到垫了烘焙纸的烤盘中，用刮刀把面糊均匀涂抹在烤盘里。面糊比较稠，但还是尽量保证涂抹的厚薄一致，这一步需要一些耐心。最后面糊就是在烤盘中薄薄的一层，放置到一旁备用。接着来打发蛋清，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有一个电动打蛋器，记得提前清洗干净，否则打蛋器上的油脂会影响蛋白的打发。用打蛋器的中高速搅打到蛋清出现绵密的气泡的状态，大约1分钟，再分3到5次加入全部的细砂糖，每次加入后都搅打至少30秒。糖的用量非常多，但减糖的话可能会导致蛋白霜无法烤出酥脆的质地。高含糖量的蛋白霜在打发的时候，第一次加糖的时间要比做戚风蛋糕的蛋白霜时晚一些。过早加入大量的糖，蛋白霜的打发时间会极大的延长。糖都加完后，继续以中速搅打5到7分钟，直到硬性发泡的状态。高含糖量的蛋白霜的硬性发泡状态，在提起打蛋头后，打蛋器上的蛋白霜底部坚挺，顶端很有弹性，蛋白霜细腻有光泽。把蛋白霜全部倒在刚才准备好的蛋糕糊上，用刮刀轻轻涂抹均匀。在表面均匀撒上一层杏仁片，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烘烤40分钟，直到杏仁片被烤上色，蛋白霜蓬松酥脆的状态。出炉后，让蛋糕在烤盘中自然冷却30分钟，再转移到烤架上彻底放凉。等待蛋糕冷却的过程中，可以来准备夹馅。450克淡奶油，加入20克细砂糖，用电动打蛋器最高速度搅打到完全没有流动性的状态就好了。这里可以用香草卡士达酱替换掉一半的淡奶油，更加香甜可口。香草卡士达的做法可以参看我先前的奶油泡芙视频。蛋糕冷却好后，从中间一分为二，将其中一半反转过来，均匀涂上打发好的奶油。也有些食谱是直接将蛋白霜那一面朝上来做夹馅。
我觉得那样蛋白霜吸水变软，会减少口感上的对比与层次。接着放上另一半的蛋糕，送入冰箱冷藏2小时或隔夜后享用。这个蛋糕制作简单，一次能做非常大量，很适合作为节日聚餐时与亲朋好友一起享用。这也是我为跨年的聚餐准备的蛋糕。蛋糕入口后，能马上感受到酥脆轻盈的蛋白霜与松软绵密的蛋糕体之间的口感对比，浓郁丝滑的奶油像是两者之间的粘合剂。烘烤后的杏仁片，那带着一丝丝微苦的焦香，很好的平衡了蛋糕与蛋白霜的甜腻感，非常好吃。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我是大头，我们下期再见。